最近有一个是那个狗吃蝙蝠。 Bat， 蝙蝠。对，所以它主人讲那个狗吃那个蝙蝠，等下吃狗的脖子。Hello， 我是信，我是 Isabel， 今天我们来挑战 Find the Imposter。所以听说我们请了4位兽医，但是有其中1位是冒充的。你有信心吗？还好啦，因为最近有去个 Bird Research Center， 有遇到真正的兽医，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找得到 Imposter 吧。而且听说我们今天有几个小动物来一起帮我们找到真正的兽医，所以事不宜迟，让我们赶快开始吧 Let's go！ 你觉得谁最 sus？ 哇，sus 很难，可是我觉得穿 Crocs 的就是 legit。对，因为我也觉得全部呀都穿 Crocs 啊，因为很滑嘛。你们要自我介绍先吗？我是 Jocelyn，我做兽医做了2年多了。我的名字是 Audrey， 我做兽医15年。哇！我是小林，我做了兽医有1年半。我是浩天，做兽医8年。Actually， 如果他们骗我，我也不懂。一般你有养宠物吗？我没有养宠物，可是我的哥哥有1只狗，就每个礼拜跟他来互动了。你自己嘞？我有养3只兔子呀，所以偶尔会去看兽医。OK。那我想先问你们，为什么你们会想成为一个兽医？我是从小就想成为兽医，家人养了1只很小的狗，所以从小就对狗跟猫有特别的好感。我也是很喜欢动物，从小就很喜欢去喂社区猫。就很想给他们一个更好的生活，这样。一样，因为我从小家里外面比较多流浪猫，所以会出去跟他们玩。我其实没想太多，就是读书的读了 OK 啦，做兽医咯。所以我初级学院成绩不好，读不上兽医，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老天爷不让我做，我更需要做。就是硬要做。对，你们有遇到同事不爱动物，可是做兽医的吗？没有。没有，那是笨吧？这个男的好直接。OK， 有一个 stereotype 就是读兽医的就家里很有钱，你们自己的家里背景会比较wealthy吗？因为兽医的 cost fees 是比较贵，如果你没有scholarship，所以是会变得比较有钱。来需要钱读来study abroad 这些啦。Yes。那个学费是1点，但是那个住宿很贵。我是拿奖学金，所以家里没有钱。我的家庭不能 cannot afford school fees， 我是半工半读的。那你们是每个动物都能治疗吗？在大学的时候是有学好像牛啦、羊、鸡、马、狗还有猫。可是主要我们新加坡人都是狗啊、猫啊、small mammals 这种。兽医跟人的医生的差别就是我们有学过怎么去治不同的动物。就真正要治的话，就可能拿课本出来，再温习一下。那你们最常跟 pet owner 讲的一句是什么？你的狗太肥。真的吗？他会讲是很多毛，不是肥。我会跟他们讲是肥，不是很多毛。有可能 True。有说呀，因为我每次带我兔子过去看兽医，那个兽医就讲你的兔子太肥了，然后我就要回去喂少一点给它减肥。那你们呢？我通常会跟，尤其是养狗的，说狗其实一定要训练。dog training， 尤其是如果他们从很小就买那个狗的话，他们会经过一个 adolescence or youth period， 那些主人如果不懂怎么训练他们的狗，可能会弄到那个狗更加害怕，或者是更加变更凶。很常讲的是，我们只能尽力而为。哇，那个很 sad。会这样讲嘞？生老病死是很平常的事，可是我们的宠物的寿命就是比人还短，差很多。所以是狗10、25岁，只要你养宠物，你总有一天需要照顾它老的时候，那生病的时候。你们会有遇到那种好像要 administer 安乐死的情况吗？如果是得到绝症，就是说他的生活水准已经很差的时候，就是说安乐死对于那个动物来讲是一种解脱了。就是说他们说 you have to be brave for the pet。对啊，可是就算是如果他们真的不想选择安乐死，我们也是
也尽量帮那个 pet owner be at peace with 他的 decision。如果是好的主人 actually 是 OK 啦，是那种 give up on 他们的 pet 的呀，就是可能他们觉得来太贵，治疗那个宠物太贵，他们会讲哦，不然你就直接呀让他走啊，这样，所以那种才会比较 sad。也不要讲伤心的事了啦，OK。所以最近我也是有一个小故事，所以我的朋友他的姐姐养了一只狗，他的姐姐就 message 他讲。Oh my god！ 我们的狗吃了一粒葡萄，所以他们送它去 vet。可是那个兽医找不到那个葡萄哎，所以你们有这种故事吗？我的是那个狗怕打雷 thunderstorm， OK 他们怕到它就会去尽量 get out of the house， 它就咬破那个mesh。那个主人打来 panic 是说怎么办怎么办？我们是讲你就尽量把你看到的那些残缺 try to 好像 jigsaw puzzle 这样放看有没有吃到啦的东西啦。他就讲好像有好像没有，因为全部都已经来，因为 mesh 嘛，对，也不懂。对，可是结果还是要做 X-ray， 结果真的有，就没有办法要做手术把它拿出。最近有一个是那个狗吃蝙蝠。bat 蝙蝠对，所以他主人讲那个狗吃那个蝙蝠，等下吃狗的脖子，结果我们要给它吐那整个蝙蝠出来。对。那你们觉得作为兽医有遇到什么最大的挑战？主人，主人不是问题，主人，挑战就是要做 magician。你这样做 magician 呢？为什么呢？有时候已经可能就是他们太 delay 那个treatment， 如果你救不到，还是你跟他讲做这个要这个多少钱，他们会很生气。哇，所以当兽医很好赚吗？哇，这个问题突然这样问了。太直接了。怎么回答呢？其实那个兽医是打工诶，你不看他也薪水照拿的。所以你们没有 commission 这样？其实没有，因为你要治动物的话，如果拿 commission 这 ethics 是 questionable。所以可能我们人去看医生的时候，其实新加坡政府那些病情药的津贴是蛮高的，而且还有 insurance， 还有 medicine。可是如果我的狗生病，然后我们去看医生的话，每一分钱都是自己从口袋出来的，所以那差别就在那边。对。那你们有没有想过，你现在要 quit 这个 job？ 没有。太早了。太早了。我quit过了。对，所以我毕业过后，我做了1年，我就不要做了。就我看到很多生病的狗跟猫，然后就跟他们就建议需要照 X 光啊、验血啊什么之类的，可是很多人就觉得我只是想赚他们的钱，我想帮你，反而我变成坏人。对，我觉得算了，我就不做。那为什么会回去呢？有个时期，新加坡防止虐待动物协会没有兽医，然后我的好朋友是在那边是在那边做 director， 他叫我下去帮他做，然后在那边找回我想帮助动物的热忱。今天我们请了一些小动物来帮我们看谁是真正的兽医。现在我在一个很 awkward 的 position， 因为我不要给他们有 eye contact 打架。OK，so 这边我们有 Kyo，Kyo say hi， 还有是 Saran。所以我们是来找第一位兽医，想请问你怎么给小狗做一个基本的检查？平常是从嘴巴到屁股检查，第一个是看嘴巴牙齿。会不会好像很肮脏啦？还是有没有好像gum infection？OK，它的颜色 of 它的 gums 也是可以讲很多东西。Then usually 用那个 stethoscope 那个东西听它的心脏跟它的肺。After that 是 musculoskeletal 啊，就是看它们的脚有没有好的 motion， 还有没有很像stuck 住还是什么？Yes。Then 最后是量体温。Then 也是把我的手指放进他的屁股。哦，是吗 ？Yeah。所以你动了要检查什么？如果男孩子呢，男孩子狗他们有 prostate， 可以看得到会不会很大，还是有没有东西长，好像瘤有长在里面。有什么检查可以看得出他几岁吗？他几岁啊？通常我们是用他们的牙齿来看他们几岁。所以如果他是一个小狗，一个 puppy， 他们就会有
叫奶牙嘛，没有 teeth 啊，就是 baby 的牙齿，那个 baby 的牙齿掉完了，他们就长那个adult teeth。OK，然后差不多2、3岁之后就会开始比较有一点来黄。你可以跟他做朋友先啊。Are you okay for me to touch you？ 慢慢来啦。Good girl。所以通常我们就从他们的旁边就这样子把他们的这个嘴唇拉上来，你就看得到他们的 canine， 就是那个2个这样的牙齿，你就看得到它上面有没有黄黄。如果他们真的不要你给你动，通常我们会叫主人。OK， 主人就他们就通常会比较舒服，在主人的掌控当中，他们会比较舒服。那你这样猜他几岁？我没看到，可是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很年轻的狗，应该是 at least me 的 age 对。OK， 现在我们有 key 哦。OK， 刚才我们就讲了检查牙齿，对吗 ？OK， 现在第3位来检查他的牙齿 demo 一下，不是很友善。如果宠物不要配合的话，你会怎样？如果他们看起来很像很 stress，然后我们就会叫那个主人帮忙。OK， 那我们请主人来帮忙吧。所以我们就会这边看后面牙齿检查，然后另外一边也会做一样的。那你会notice 什么来去 observe 什么？就是那个塔塔 build up， 你看到刚才后面有那个好像一个 layer of 东西在他的牙齿，这样会比较容易查吗？如果他 relax 的话，其实是看他的眼神，他如果给我他的 side eye， 他的我就 bombastic side eye， 因为他们不喜欢的话，他可以突然间 snap， 我们就会叫 pet owner， 如果 check 好了就 OK， 呀。OK， 请你示范一下怎么为小狗注射疫苗。注射疫苗所以其实给疫苗的话有几个方法呀，其实只要在皮肤内以下就行了，其实全身都是皮肤。其实有些时候是在颈项后面，可是如果那个狗它现在比较敏感的话，我们就在屁股啦，这屁股就比较多肉。它现在看着我躲在它的主人后面呢，你可能再靠近点，你是我的墙壁啊，没有开玩笑。最重要就是那个主人最信任那个狗最信任就是它的主人嘛。对，你说 OK 哈，你说 OK， 有时候陪你嘛，来一起来那就可以了。所以他都不懂谁是谁的手啦，要一起陪。就这样，就是如果1年1次我们做的时候都给那个狗很多压力，它不喜欢那它改日不回来。4个都 demo 了，哇，觉得怎样？我觉得看起来都很有模有样的。OK， 我觉得我最相信的就是第2号。OK， 我最相信就是第2还有第4。为什么你相信第4哎？当他打针的时候，我看得出来他在就是很认真，他不会慌张还是什么，那也不会来 try to 散养那个狗，他就是 OK 要做工就是要做工这样就是来很legit啦。那第1和第3你觉得谁比较可以？我不懂。OK， 如果真的需要讲一个，就是我会选闪灵。有时他的答案会有一点很像普通主人也会的答案所以有可能是因为他懂这些答案，因为他有养狗养猫。是我的话我觉得1号很 sass， 可是我跟他问的时候，他们都回答的头头是道哎。OK， 我选那个男的。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3个女生会不自主，3个女生会不经意的回答我们在问的问题，然后那个他就默默的在旁边不要参与那个讨论。Okay, Buster get ready 啊。In 3、2、1，请站出来！猜对了。那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可以，我是闪灵，我是宠物平台的创始人，我们是Booking Aggregator， 叫 Pocket 呀。我不明白，就是 Oh my God，how do I explain？ 好像 Class Pass 哦，好像 Class Pass for pets， 就是你可以 book grooming，book vet。哦哇，对。所以你会懂那么多来宠物的东西啦。因为我的 co-founder 他是真正的兽医，哦，所以 before
我来，他有帮我给你就是 revision 跟我 and 讲 paper 问题，所以 OK 其实我的答案都是真的，但是是他的版本。哦，那真正的受益可以自我介绍。你有什么感想吗？他选到你，我不懂哎，我很假咩？我会去好好反省。没有啦，没有啦，因为觉得你比较搞笑。哦，那你是有自己的诊所吗？啊，对对对对，所以是老板。是。你不相信他？老板，我错了，我还可以有 discount 吗？他有3只兔子。Okay, so 我是 MParks under the Animal and Veterinary Service。哦，现在是在run the shelter, the animal shelter at EVS。所以每天就看很多狗很多猫。如果你们要买狗啊买猫，一定要从那些有执照的地方，或者是那些 reputable sources，就不要就什么 WeChat 啦，就是网上啊这种随随便便的地方买，因为这些狗啊猫有时候可能是illegally imported into Singapore， 可能会有exotic diseases， 而且最重要的是要做一个有负责任的宠物饲养主，不要3分钟热度啊，很可爱很可爱，买了之后2年后啊不可爱了，然后就丢给那些福利组织，因为他们是很可怜的那些小狗。OK， 那你自己呢？我没有骗啊，是全都是真的啦。做了2年，差不多要2年了。幸好你们没有选我。差一点点啦，差一点点啦。好，所以我们谢谢大家今天的分享。对啊，希望在看视频的大家学到了一些东西，然后喜欢我们视频的话，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拜拜。